来啊，大家阿曼，大家阿曼啊！欢迎来到我的直播室。足奇怪的，我手机还佫无影像啊，算了。我们今天已经几号了？今天19号了哈，明天就520了哈。那想不到，我也没想到赖清德的那个什么民调突然再冲上来了啊！这个好像是什么国民党的荒腔走板造成他的民调大涨嘛。不过我们话又说回来了，民主国家就是这样了哈。民主国家你拿到票你就是赢了，所以你民调高你就是赢了。你别看到哈，现在你看到哦，赖清德没有上来，另外周龙泰在立法院他开始起派啊，立法他开始起派啊，他那个谁啊，赖世宝说什么台湾跟中国的主权啊、治权啊，什么一大堆，这种他们是给呛啊，不你去啊，你明年去北京讲那个啊，是不是、啊？就是讲因开始派就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的支持度高，你就自然就有底气嘛，这就是咱民主国家上大最大的优势嘛。我们比的是什么？比的是选票，我们也不比说谁的拳头大哈。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好像也没有理由再说赖清德怎么样了，因为毕竟他也拿到支持度了嘛。民主国家的是安尼哈，民主国家就是这样，我不管你怎么样哈，我不管你这个人好不好哈，只要民意支持度高，那你就是赢了，你就是赢家嘛，是不是？啊，所以说，也许我们的想法了，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做法跟赖清德不一样，但是可能你这说人家不对，好像也说不过去了啊。怎么说？你知道，很简单的道理嘛，很简单的道理嘛。这个时代让大多数人觉得他过得很好，那就好了嘛。那有少数人觉得过不好，那没有办法，民主国家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过得好，但是让每一个人过得好是民主国家的追求。共产集权国家追求是什么？统治者过得好就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台湾现在真的已经在确确实实的迈入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了哈。你讲，国内还有很多亲共舔共者了哈，这个好像再这样讲也很合理啊。那可能一个国家人都很聪明，二八法则嘛。这个世界永远，我不管你什么地方了。它永远是28法则，就是20%的是聪明的，80%的是随波逐流的。我不是说80%不聪明哦，我说80%是随波逐流的。所以说，有时候我像我们这样，我们走得很辛苦啦。我们台美党走得很辛苦，因为什么？有一群称为草的动物，有一种生物叫做草了哈。那个草呢，本来是什么？本来被关在白影，等一下我猜一下。那个草本来被关在白影里面了哈，安分守己，这样挺好的。就像说以前了哈，就像以前嘛，是吧？那些中国那些危害世界的中国人被关在铁幕里，对世界也挺好的，对世界这个安和乐利啊，全世界都可以不用受到那种中国人的骚扰嘛哈。草也一样哦，草本来关在那个柯文哲的那个麾下，世界很平安了。不过现在有一群逃亡的小草，叫做脱北者嘛。现在脱北者很多，真的很多，大规模的脱。可是他们脱出来之后找不到战场了哈，因为所以好多2个月前还在阿北清清白白，现在这些人已经跑来站什么？我已经是民主了。他就变成民主人士了哈开始站，什么人都站，他什么都站。不过最近我们比较倒霉，因为他最近找到最大的标的是我们了，所以现在大量的什么，很多人说是安怎那为什么在 FB 看到那么多人说不要去524？那我就问你啊，
我刘云章伤天害理了吗？我讲伤天害理，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同时出来叫我们大家不要参加524？我是对地址打给你讲我听啊，是吧？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但是就突然有这么多人在站524，叫大家不要参加524了。我跟大家讲，我心里的挣扎，我这几个月为了办这个524，我心里有很深的挣扎。我担心办不好，我担心没有人。现在我觉得呢，有没有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突然这样讲了，没有人，我自己一个人讲3个小时，讲4个小时，我也能撑下来。你去打压我没关系啊，我让全世界知道，让全世界知道说有谁有这个能量来打压我了。我现在不再去指明谁，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没有关系哦，没有关系哦。我们办一个正常的挺国家的军购这样的活动，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怎么说都不合理。我跟各位讲，哪怕我6月上是什么江洋大盗，这件事情都不合理，因为我今天做的是挺国家的事情。他们主要挖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主要挖我跟护国党的关系。护国党的闽南郎哦，这个他就可以打了几天几夜，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啊，闽南郎你们不要去惹闽南郎，我告诉你，你们去惹闽南郎，他哪一天不爽了哈，他哪一天一不爽，把我们所知道他手上所有资料都拿出来的话，有些人会死得很惨的，我跟你讲，我去顶那个死个就拍孔啊，我不骗你，有些人手上是掌握了一大堆资料的哈。所以说大家相安无事哈，我们不要过度的去打压人家，而且我们我跟护国党合办凯道，为什么？那是一笔大费用啊，所以说早上护国党他们把那舞台他们用来做什么？228跟64的追思会，那既然那花几百万弄起来，那个音响啊，那个什么那个灯光啊，那个舞台啦哈，弄出来了，哎，他早上他们就做一下子很浪费嘛。所以我们就说，那可以啊，那我下午来什么？我来办一个挺军购嘛，那我们两党来什么？你们各自去募各自的款嘛，然后我们2党把它办起来。我觉得这个合情合理嘛。你们找不到地方打我，他就去打护国党。我真的觉得，不是说我每天都要讲这些，因为这是我现在每天遭遇到了，你知道吗？我每天遭遇到的问题，所有人都在网上呼吁说。不要参加524，因为他有护国党，护国党里面有闽南郎，然后护国党里面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更生党，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跟更生党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了。后面才知道他们是共用一个办公室，但是不是他没有共用，就是他党的地址用在那个更生党他们党部，用他的地址来申请这个党的地址，其实。你就知道嘛，护国党的办公室，他真正的党部跟我在一起嘛，在台中嘛，所以那个只是他当时可能刚好这个朋友啊，然后有他房子可以，他的地址啊，他们的党部地址可以借他用，就这样而已。这2件事可以把我们打的什么？把我们打的像跟共匪一挂了，把我们打的跟共匪一挂了。这个是不合理的东西，因为。这种事情没有理由把一个诉求很明确、很正确的一个团队，然后你硬要把它打成共匪的人，那我跟你讲了，你把我打成共匪的人，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跟你讲，我是个有战斗力的人，所以如果幕后没有人操纵最好了啊，如果幕后有人操纵，你最好适可而止啦。我先跟你讲，适可而止，不然的话，我真跟各位讲。我的余生还很长，如果我余生都要跟你对抗，大家都没意思啦。我不要把我的余生弄得好像都在仇恨你了。所以希望大家做个什么，做个这个了断，不是了断了，大家好像退一步了，好不好？不要把彼此弄得那么难看，好不好？因为我是在挺执政党的军购啊。我不是反军购的，你们把我打得像我在反军购一样啊，很可笑哎。所以说，人有需要给人家留一条活路对你是有好处的，因为真的要开战，你未必是我的对手，好不好？加一瓶60块抖内谢谢你，今天是第一位
对啊，挺军购凭什么分两个党派？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还要拒绝我们？是不是523是不是拒绝我们？我们是第一时间哦，我们第一时间我第一时间让我们的秘书长去函跟523主办单位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合作？不要连续2天这样，怕人潮分散。他们到最后1分钟才给你回复说不愿意的原因是因为护国党是准备什么要反攻大陆的，所以我们支持的军购是在帮他们反攻大陆啊，这款文嘛讲得出来哦。所以说啦，这人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一个退休老人啊，我过的生活过得天天过得爽的不得了，我开心的不得了。可是为了这件事情，我开始有了愁容，我开始有了愁容。这些年来，你看不到我有一个愁容，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我跟你讲了，各位，我跟你讲，你再怎么样好的人，你被人家这么铺天盖地的骂，你都会受不了。被人家这样铺天盖地的，没有一个人受得了。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参选，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什么有素质的人，他不愿意参选，因为他知道说，我这么做的再好，我一参选，被人家祖宗八代被人家挖出来，那种感觉是很不好的，很不好的。我这一辈子没有被人家骂过，我告诉你，我都只有我骂人的份。我是做工厂的嘛，我在中国嘛，哪怕中国民主群也是我骂人的份啊。所以我们不是讲的中国微信的民主群那些朋友啊，在他们跑到海外的时候看到我的节目说，哇，塔山你现在比以前斯文多了。我记吗？我现在的行为在以前的朋友看起来我好斯文的，我变斯文多了。我在你们眼里还是个草莽英雄，还是个草莽，不要英雄，还是个草莽人。但是我以前那些中国的朋友讲，哦，你他妈等啊等，你回来台湾之后变得好斯文了。这个就是什么？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哈，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哈。我跟他们没有客气啊。我昨天站了1个晚上，这个故事就不说了。如果有在看那个什么，有在看那个睡人就知道，我昨天站了1个晚上，我没睡啊，昨天晚上1个晚上到今天9点才睡觉。我真的是那个气到不行的，气到不行。那一件事就不讲，那件事因为牵涉到某一个很著名的政治人物了啊，但是后面发现好像跟他也没关系，好像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啦，有人用他的名义说他是受某个人的委托来跟我们那个的，最后我们求证这位委员的立法院办公室，他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所以小草很厉害啊，小草可以伪装的一塌糊涂哇，那个。你如果站在我这个位置，你就知道说，哇，人生比我在做生意还可怕，你知道？我们做生意也没有这么阴谋诡计到这个程度啊。我们做生意不外就是抢个生意嘛，降个价啊，增加个服务品质啊。这不是呢，搞这个政治，那真的是我跟你讲，把我们党什么，我们有一个小群哦，就是说100人的小群哦，里面我讲的每一句话全部被人家复制到外面去啊。我说，哦呦，原来我里面躲那么多内奸哦！我告诉你哦，连我们第一次建立的那些党员里面都有好几个内奸，我告诉你。所以一开始人家就已经派人进来啦，各位啊。所以我想说啊，这个小群里面没关系啊，这个100来人的小群讲什么，有些讲话比较可能开的哦，我觉得这个应该没事吧，全部被传出去了，好吧？还有一个人跟我私聊，他也把他放进去了。私了就开玩笑说，对啊，我们是要执政啊，我都本来啊，我就问各位啦，你成立一个党没有要执政的野心，你成立党干什么？你就成立一个社团就好了，信不信？他们这样就可以打我，哎呦，让原来快好高骛远，想要做总统哦，所以怎么样呢？哦，对啊，那我们党发展起来，最后一定是跟赖清德，最后一定是什么？跟成了竞争的状态嘛，这有什么奇怪嘛？这有什么奇怪？然后就不要紧了哈，真的可以我真的可以被气到不行了，这个实在行啊！这个24号赶快过好哈，赶快过了。我以后真的不会再办这么大的活动了，因为第一吃力不讨好，还钱是咱去人募来啊，我自己当然没钱了，我没有那么多钱了，是我去跟人家募过来的。
我们跟护国党业的个人的款。我李云公做建筑啊，我做这么大的事情，为一个这个国家，不要说被人家歌颂了，好不好？至少你不用把我打成这样吧，啊！而且这些人完全没有任何逻辑，你跟他讲道理是没用的哦，一直骂我，到今天还在骂我说我怎么可以骂女生是鸡？我说明明那个时候讲的就说你是草豆鸡，你是小草豆鸡，因为那个是嘛脱北者嘛，他们是2个月前还是小草啊。我以前2个月前你当小草都没有觉得不好，现在我说你是小草就不高兴了。然后我说斗鸡台湾话叫做学怕给啊，斗鸡不是骂你鸡啊，到今天还在咬这些东西啊。表示这些人他没有逻辑，他就是咬你而已。我才知道说原来小草的素质，这个为什么小草大家看台湾人看到小草都会跑，因为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他只要找到一点点啊，真的他没有办法跟你交流，你知道，他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他看到哪一点他就打哪一点，然后呢，明明这一点前后不连贯，他也没关系啊，因为我在讲这些要不小草就是什么水军啊，但是以我见过水军也没有水准那么差的，所以应该是小草。好，来150块，等谢谢。台派不要互斗，吹毛求疵，先团结不拘小节，退一步连中文都要放弃。改用台语高瞻语，就能够成为瑞士和挪威一样富裕。赖他刚从瑞士回来了，他说瑞士有几国语言，他们几国语言在用啦。对啊，瑞士本来就是中立国啊，他有没有什么那种概念的嘛？所以说移民到瑞士的人可能就德国人区、法国人区、英国人区什么西班牙区嘛，所以他们本来就有4种语言嘛，瑞士的国语是4种语言嘛。对啊，我觉得台湾应该是用中文跟英文啦，为什么是华语啦？华语跟中文啦，很多人在讲台语，我跟你讲，台语这个东西就有点牵强。基本这个时候，我认为呢，现在连我的台语都讲为零邓了，你看哦，有些很古老的用词，我们已经完全什么，完全失传了。就很多台语我也讲不出来，很多台语我已经说不出那个形容词了，啊，所以你说这个去复兴这个东西，我倒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基本上已经 AI 时代了嘛，未来已经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了，你再去回复什么，还有人跟我讲说用什么用台语的输入法什么的，我你若要升这哈，你若要升这，你就该去升了，别催我啦，因为我觉得在我的眼里，这个世界真的已经进入什么量子力学的阶段了。量子力学真的要自己去体会哦，量子力学没有人学得会，我跟你讲，你们去说我看了几本量子力学书回来还是模模糊糊，我跟你讲，量子力学一定是自己去体会，它跟佛法很像，就是自己去体会了而已的。什么量子干扰、量子什么、量子纠缠啊，那些东西啊，那些东西我可以跟你讲，那个东西你真的只能去意会，不可言传了，因为你会想。你如果怎么样去想，你会越想越头越大，所以干扰叫神秘的，因为那个就真的玄学，所以说那个东西已经进入到玄学了，你知道？其实玄学也是一种科学，只不过是我们还不能理解的科学，我们把它称为玄学。另外，它一定有一种我们以我们的知识还无法理解的一些东西嘛，就像我就问你啊。100年前遥控器他们能想象吗？他们还有远远的这样遥控，看不到，这个看不到，他们不敢，没有人能想象。可是现在你觉得遥控器对你是一个疑问吗？你会觉得为什么这样一按它就能遥控？是不是？这个就是时代的变迁，所以我们的知识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们认为我们未知的东西，把它认为是一种玄学嘛。其实量子力学也是一种科学的东西嘛，就量子电脑那些东西啊，这只能给它配工。大陆人很多人跟我讲，中国人很多人跟我配说，我们的量子电脑比台湾先进。我说有意义吗？你应用给我看啦。量子电脑它可能几千万分之一秒的存留时间而已啦，它就是因为很不稳定，它的算力它时有时无，它算力是很快，它算力比现在的晶片还快的，我们的什么细基晶片还快10000倍，可能100万倍以上。问题是它不稳定啊，它存在时间只有几秒，甚至几分之几秒而已嘛。那中国就跟你讲这个量子电脑啊，是不是？
没有关系，等你真的能够让它稳定运作再讲。我认为它跟那个什么，跟核融合很接近，那个东西要能够达到人类运用，大概20年内还很困难。尤其是我觉得这个未来的科技，有一天搞不好不用这些科技的，当它发展出来的时候，当这些科技发展出来，搞不好人类已经有到另外一个维度了，都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了。就列给元宇宙，前一阵子前几年哦，大家都在讲元宇宙了，什么威盛而且宏达电他们不是用很多钱去发展元宇宙嘛？结果元宇宙根本就不存在，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讲元宇宙了嘛。然后所以说科技公司它只要走错路，发展错方向，它就垮掉了。你讲林百里啦，广达林百里啦，10几20年前就开始发展什么？发展 AI 伺服器这一块，他研究那么久，所以当 AI 什么开始流行的时候，他们就赚了大钱嘛，因为我传就顾了嘛。那有些人去什么去搞元宇宙啊，有些人去搞什么，所以科技公司有些东西走对路就是天下第一，走错路你就可能什么落赛，即将落赛，所以要科技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哈。马上今天很多人没进来，我跟你讲，各位，如果你愿意来524，那就来524；你愿意去523，我也不反对了啊。这时阵我已经不跟你争名争利了啦，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如果你们没有人来的人不多，我很简单啊，我从头叙述完我的理念嘛，我把我们台北党的理念从头叙述一次，下台一鞠躬，就这样啊。我办挺军购大会。你如果支持，我很感谢你；如果不支持，那我还能怎么样？我干嘛在各给跪哦，各给你下跪啊？我给你下跪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就跟你讲，524很成功，跟524不成功，对我个人有什么差别？没有任何差别。集开了的开了啊，集开了的开了啊。如果人很多，我就很爽啊。如果人不多，我也很爽，那不就一次成功了吗？所以你不是追求爽而已吗？是不是啊？对啦，没问题啦，因为我跟你讲，我成立1个月而已啊，沮丧什么？我没有沮丧哦，你觉得我有沮丧吗？我没有沮丧，我只是讲说我们这条路本来就是踩到很多人的狗尾巴，那这条路是要，所以我今天的什么主题看一下，这是1010美国最有名的101空降师他们的一句话嘛，就是什么？我们是伞兵，所以中尉我们被包围是应该的。台美党。川普先生，我是台美党，所以我被包围是应该的。你要来解救我啊，川普先生，你如果看到我们的处境我也很理解。其实我很理解川普在做什么，我是很理解他跟习近平讲那些话，我是非常理解的。我是非常的了解他在公司在做什么事情，他做什么事情他那个人去到中国，他有他一定的事情，一定要的东西。不过他听说这次又被习近平什么放鸽子，因为一般来讲，本来习近平说要跟他买300台波音客机嘛，最后谈到200台嘛，最后下单子不到100台嘛。我说，川普先生，如果你对中国那么不了解，你真的可以来问我。中国现在连高铁都没人坐，你们相信吗？基本上中国人连坐高铁的钱都没有啊。怎么去做什么？怎么可能去坐飞机？所以你现在卖中国飞机，你是他破去哦！你们真的要来中国的，你们真的要来问我啦！你们真的要来问我，不然的话你看你们把那么多精神用在中国，其实对中国对你只有一个好处啦，就是什么？卖给你便宜的东西，稳定你的物价。如果说你想要卖给他们东西，大概就什么有啦，谷物可以啦。不过听了现在他们习近平说要买中国的汽油，我觉得不太可能，习近平不会相信这些东西的。也就是说什么？一个连什么？现在中国过年，以前过年说高铁飞机都客满了，现在
哪怕过年高铁飞机都没人坐，大家去坐绿皮火车。你知道绿皮火车多凶不？绿皮火车，比如说是广东坐到什么？绿皮火车是广东，如果给他坐到北京了，可能一百来块，一百多块人民币而已。有凶不？2、3千公里，然后100几块。绿皮火车就是早期那种很慢的火车嘛。现在中国人哦，全部坐这种火车啊，这种绿皮火车现在在中国是一票难求。什么高铁、动车、飞机，没有人坐，所以讲川普你讲就好笑啊！你给习近平给你放假是正常的。习近平说：“来哦，我明年度的计划要买300架什么波音嘛，你就派人来谈嘛，川普就屁颠的去谈，结果最后下单不到100台，100台已经很多啦。因为我跟你讲，它根本就没有那个用量了，没市场没有用了哦，没有市场没有用。我也听一个科学家讲了，现在大家讲了什么？大家讲了最什么的什么？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叫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非常奇怪。什么叫非常奇怪？它的供应链已经形成了，可是市场没有形成，你知道吗？你没听过有几种行家说，供应链能建了做好了，但是市场没有打开，这刚搞就跟代志。以前都这样，有市场，然后市场开始变大了，供应链跟着慢慢起步上来嘛。可是中国它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这样。中国最好笑的地方是，它供应链已经形成，而且已经很完整的机器人供应链，但是它的需求根本没有出来。所以语速机器人去年听说才卖5000台，一个股票上市公司卖5000台，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上市公司？所以中国的股票多大跌就是这样嘛，开始被人家看清了、看懂了嘛。所以那个谁啊？那个谢金河不是讲吗？中国的5400多家的上市公司总利润还不到台湾前500家的利润了。台湾可能不到前100，可能前300家的利润就超过那整个中国了哈。台湾大概前300到500家的那个什么上市公司赚的钱，就比全中国的上市公司赚的钱还要多。300间盖5000几间，300家跟中国5000多家上市公司加起来，我们的获利应该都还赢过他们。你就知道那个国家现在有多么艰难啊！全世界景气都不好，C919一直没有人敢做了。C919第一它也没有意义啊，它只有那个壳子的那个机壳啦，那个座椅啦，那些东西是中国做，其他都是从国外买回来的啊。引擎啦、操控系统啦，那些东西，电脑系统都是从奇异机翼买回来的嘛。那我就问你啊，这个跟人家买飞机跟你自己造有什么差别？差别不大嘛。而且不一定能够，他们也说他们自己制造引擎，他制造引擎那个飞机绝对通不过世界的商业运转的那个证书，绝对过不了。所以 C919就跟当什么歼20一样嘛，吹的比天还大，结果到最后呢？到最后没人干，根本就没有看到市场，没有看到产量，也没有看到战斗力嘛。这里是中国超级可怕的地方。我昨天讲过了哦，中国人现在不要再去坐高铁了哦。我可以讲，现在你再说看，现在高铁跟以前高铁不一样了。以前高铁放1块钱立着它是不会动的，不会倒的。现在它的茶杯会咚，因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禁运一个东西叫车轮。时速300多公里，那个车轮跟一般车轮是不一样的，看起来都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做到极致，那个就要高科技了。飞机引擎，他们是单晶结晶的，他们那个什么那个金属材料不是我们一般的什么灌什么模子的那个叫什么灌环刷，不是这东西，是慢慢它长晶结晶出来的，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的细晶圆啊，细晶圆是让它长晶出来的，自己结晶慢慢结晶出来的嘛，所以它才没有杂质嘛。所以有些科技的技术到顶端之后，哪怕看起来很简单的玻璃，那玻璃
都很厉害，是吗？以前是 CoWAS， 现在是 CoBUS 嘛，哈 ，CoBUS 就是用玻璃基板嘛。世界在变啊，各位，世界每天都在变，所以到最后你会觉得台湾可能很多传统产业，也许在这个最大的潮流的变化之下，传统产业可能会变成并入科技公司的一个产业链哦。这个真的是，但是那个前提是你这个传产公司要把它做到很精细、很精密的、超级精密的。如果你的精密度做到全世界第一名的话，那我就跟你就会到时候台湾就会产生什么？我认为未来工匠精神在台湾了，就是说未来我们可以像日本一样，日本在工业原料、在化工原料、在什么，在晶片的化工原料上为什么这么强？他们的工艺、他们的匠人精神，这一块台湾是可以慢慢学起来的。台湾有这个什么，有这个特质，因为台湾也受日本统治50年嘛，所以台湾人其实为什么我们的代工做这么好？以前没有，大家都笑我们啊。但是你看，我们从传统产业代工到科技产业代工，一路顺畅啊，这就是适合我们做的嘛。但是你看啊，台湾人去做品牌，没有一个做成功的，基本上没有一个做成功的。可能有啦，那个谁，那个什么宏基啊，宏基可能还可以啦，其实极少数了。连宝成这么大的公司哦，在中国他开一个叫什么宝成鞋匠。他开了快1万家店哦，依然亏死的。波形做也要做行成功啊，但是他开连锁店啊，叫宝成鞋匠，他是亏得一塌糊涂啊，开到8000多家，他不开了，做也做不到起啊。为什么？你一个做生产、做代工的人，你要做品牌，你真正不想做了，我不骗你，你真的你那么有钱，集团那么大，我跟你讲，以前我们常常我们也跟宝成他们做过生意嘛，哈，宝成那个中山厂，我有卖过他皮料，我跟他做过生意，做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的生意，所以我们是很清楚，宝成是我认为极少数那个上市公司里面资金链最完整的，也现金上多啦。哦，我跟你讲，保险的现金最个惊死人，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这样的公司，他依然做什么，做品牌依然做不起来，所以台湾人做代工没有什么问题，台湾人做代工是最好的。这才是符合我们的民主性，不用怕人家笑，不要怕人家笑啊！对啊，中国现在就是一会买空中巴士，一会买波音嘛。但其实我跟你讲，现在已经不是他买不买，他买谁的问题了，现在是他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了。全中国的4大航空公司全部亏本，你知道吗？你怎么知？好像只有一个东方赚一点小钱。东方人赚个几亿人民币啊，其他全部亏本了。他不像让人长荣干什么？干华航为什么赚那么多钱？你真的以为全部都是客运啊？大部分是货运，好不好？因为那的工业，我们的电子科技基本上全部走空运嘛。我那个晶片有走海运哦，你在想什么？晶片有可能走海运吗？所以说这个台湾的科技业产业其实造就最好的是什么？是航空业，为什么星宇航空会出来自己做？他知道这个把就多大了，这块肉是很大块的哈。货运啊，比客运还好赚1万倍，好不好？开玩笑哈。所以结果一个成功的国家，它各个行业，它每个行业能产生的效益，你就无形中发现说，哎呦，台湾经济好起来之后，好像各行各业都在赚钱。中国经济垮下去之后，哪怕2桶油啦，都会什么，都跟我讲说聊情聊到恨口了。那个专卖的全中国专卖的油，专卖的什么，他们都亏钱。你要知道说，那个国家没有救的原因是什么？所有的角落都在漏水，而且他已经没有能力去补那个漏洞了，他已经没有能力补漏洞了。而我们以前知道的说，所有的王朝兴亡最后的关键，其实那个迹象全部现在都有了，只是我们在等时间而已啦。对啊，我回来4年前我回来就说我们在看中国的败亡嘛。中国人那些粉红说，哎呦，你们说我们败已经说几十年了。我说对啊，说几十年啊，但是因为你们这些奴隶太温驯了。
中国的奴隶太温驯了，所以你可以被糟蹋到这个程度，也不会反抗嘛。这个在世界其他各国早就起来反抗了，好不好？所以说，不是我们讲错，是你们因为你们没有反抗意志，所以会把这个什么王朝的倾覆，这个什么王朝的崩塌会让它延后嘛？没关系啊，我们在台湾生活嘛，我们慢慢看就好了，慢慢等就好了。我是绝对不相信中国有能力来统一台湾的，我是绝对不相信。所以有人相信，那就所以你反而相信，你反而活在一个不安定的时代。像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真的是太了解中国了，所以我跟各位讲，不用担心那些事哦。他有能力，他早就去干了哦。莆田山寨鞋一大堆对吧？但我们当时台湾一些除了做品牌的鞋之外，那些做比较中下级的鞋子都做不过中国人，就这样。静冈嘛，波残嘛，温州嘛，哎呀，就这几个地方，你就不知道他们那个价格多便宜啊。因为他们做生意不一定是要赚钱，他们有一个很坏的一个市场机制是什么呢？我这生意不一定要赚钱，我把它做大，我做大我有多少金流？因为我去年做了几十亿的生意，归千满箱的样，然后什么？我拿这个东西到哪里？到资本市场去募资，那叫什么？天使融资，天使轮的融资，你弄个骗几万几，你知道？所以我跟你讲，你跟中国做到最后不想跟他们做生意。我们在讲，我回来的时候，我以前我的生意呢，以前批发一箱22块人民币批发，但我要回来剩8块钱了，8块钱我也还是赚钱哦。可是我就不敢玩这句话，赚这万钱我就不爱谈了嘛。对啊，华新村早就破产了，这个都是骗人的，好吧？所以说什么？这是中国的现状嘛，让所有还对中国有什么存在幻想的人，赶快醒一醒啊！早远离。我也觉得我远离中国回来之后，我的运气好像比较好啊。我运气虽然说什么，但是我每天至少很快乐啊。除了最近之外，最近压力比较大之外，我一直都过得很开心啊。所以离开中国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怨气太重哈。燕虎70块短信，谢谢。新闻：台积电剩18个月领先优势，若成真，世界无常。小资主是否该卖光台积电零股，改买美国大盘指数？我还真跟你讲，这个绝对是个假消息，绝对是个假消息。我想问你啊，你知道台积电现在有几个厂吗？台积电现在做什么3奈米、2奈米，到底有多少厂？你知道吗？这个是美国他赶不过来的，所以世界要超越台积电，一定要有台积电的工程师去帮忙，否则他们也做不起来。那我就问你啊，18个月怎么来的？我知道外面很多人在讲这个18个月了，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是屁事啊，屁话了。台积电的什么？台积电的能量不一定在技术，它在稳定性，它在客户的信用多少，而且我们最后一个 CoWAS 这个立起3D 立起封装，这个是目前为全世界没有人跟得上来的。所以你说18个月超越台18年，我就不敢说了。你俩加工18年，我还觉得哎呦这个话你这句话我可以考虑一下。那你如果说18个月，哎呦你拜托你怎么可能被人家骗这种事情呢？18个月谁要超越你？讲给我听啊！马斯克是不是？是马斯克跟什么？跟英特尔，马斯克跟英特尔合作18个月超越台积电，18年也超越不了。我已经讲了马斯克这辈子最大的这叫什么？这在噩梦就在他的晶片上。我告诉你，他所有的科技啊，他9大公司都是最高科技的，都需要晶片的，但他没有，他一直拿不到台积电的产能啊。所以他只能自己要不要找三星要给他搞坏了，找英特尔能帮他什么？英特尔自己7奈米都还没过来，搞什么？是不是啊？所以这些东西你都不用担心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没有看到竞争者。你要说有没有竞争者，我倒觉得日本勉强可以算是个竞争者了。中国、韩国、美国，我觉得那个都不是对手，那些都不用怕，好吧？都不用怕。是吧？其实英特尔已经很惨了，你们知道吗？是
是吧？英特尔以前那个至少什么？至少我们这笔记本电脑啦、桌上型电脑的那个这个晶片是靠它，是都跟他买的嘛。台积电是做手机晶片嘛，它没有做，它以前是没有做那个这桌上型电脑的晶片嘛。直到苹果 M1 晶片出来之后，苹果的桌上型电脑的笔记本，它自己研发一个叫 M1 晶片，最后下给台积电嘛。这个也抢了英特尔很大的一个市场占有率了。所以英特尔为什么那么惨？是因为它技术跟不上，第二市场被台积电抢光光了，就连笔记本这个它都被抢了很多。现在只有苹果之外的笔记本啊，这桌上型采用英特尔，其他的人家都是用台积电的所以不一样。来170块短线，马斯克 OpenAI 官司输了。OpenAI 其实已经落后了，你知道吗？有在用什么？用 AI 就知道嘛，对吧？ChatGPT 已经现在是最落后的一个了。ChatGPT 正最落后的一个了。其实现在已经很多新的什么 Grok 啊，还有什么 Gemini， 还有听说最先进的什么我没有用了。我现在是用什么 ChatGPT 嘛 ，Gemini 嘛，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叫 Grok， 我现在是用这3种嘛。所以呢，这个行业的风云变化我觉得有些时候你想象不到，它这个速度之快的，才在讲说ChatGPT 在讲1-2年了，因为它现在已经落后了，你看它现在已经落后了，所以科技公司不是我们这些人搞的，我跟你讲，你看这几天嘛不够修，好不好？陈建宇30块短信，谢谢。莫斯科被乌克兰无人机超轰炸，难怪蓝白所要删无人机预算。普丁现在去北京找习近平讨救兵，看中国能帮他什么？我跟你讲，其实无人机现在有一种叫什么 Leo Radar 那个东西，就是一个什么超强的微波，它说有那个什么蜂群的无人机很小的蜂群无人机。它是可以用这种东西叫做 Neo Radar， 直接把它什么一照，它的那个内部就烧掉。所以有些说什么微波武器早就有了。有些人说如果在你们家附近给你用一个微波给照到你的家里头，突然莫名其妙的脑袋就烧掉了，这种是有可能这种东西早就已经武器化了，好不好？这个不奇怪，好不好？不奇怪。所以说无人机最后一定要什么台积电的晶片嘛。台积电晶片可能这一块抗那个什么抗干扰了，抗这一块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是什么，为什么这一块那么强？那其他的东西其他的无人机其实被人家一照，它就掉下去了嘛。确实，现在我可以跟你讲，现在全欧洲五战斗力最强是哪一国？谁能够讲？整个欧洲是哪一国战斗力最强？我告诉你。讲我你惊到，现在整个欧洲战斗力最强的是什么？是乌克兰。乌克兰这些人经过这3-4年的战争打的，你知道乌克兰最厉害。我告诉你，乌克兰跟北约做什么演习啊？乌克兰只有20人啊，20个什么从前线下来的20人，在前线真的是真枪实弹干过这些人。就操纵无人机而已操纵的什么神出鬼没。北约的18000个的联军被他打得屁滚尿流，这个东西你就不相信，对不对？1比900，乌克兰在跟北约做演习，这北约为什么你说北约不是这厉害吗？为什么他不太敢惹俄罗斯？北约知道他们真的这些年来养尊处优，他们的部队真的没有战斗力。希望他这次这个演习他们能够惊醒啊！北约你如果到今天自己到最后你北约要靠乌克兰来保护你们搞不好最后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后起之秀是乌克兰你要怎样去搞代志乌克兰以后搞不好是欧洲霸主因为现在整个欧洲
包括俄罗斯其实俄罗斯现在已经在最后垮下去，最后那个关键了，你知道吗？那个关键了，所以英雄啊是打出来的，英勇是怕出来的。乌克兰我们看不起他那小国呀，农业小国能干嘛？打了4年之后，他们是全欧洲最有战斗力了。我觉得乌克兰的兵现在可以跟美军比拟，你知道吗？那个强，那个已经强到不可思议，那个都用血了哈，用血汗换回来了。但是我跟你讲，这样的军力下来，如果战争结束之后，乌克兰对啊打不死的乌克兰会更强大。这个代志我在5年前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就跟中国朋友讲说，战争结束的话哈，战争结束后，我们现在搞不好，我们去乌克兰投资好不好？很多人都说，可以有，是不是？确实啊，我比较讲讲，打压我的人，怕我去存的就是我呀，你没有把我打死，剩下都是我的嘛。乌克兰这就是在乌克兰身上显现的嘛。几年的战争下来，磨练出一批铁骨铮铮的英雄，真的叫铁骨铮铮的英雄。北约根本不是他对手啊，所以只要说战后持续还有这样的什么后勤支援的话，他又可以横扫欧洲。我跟你讲，出一个希特勒，出一个拿破仑都有可能哦，出一个拿破仑都有可能哦，对不对？我之前讲过拿破仑嘛哈，拿破仑为什么可以什么横扫欧洲？拿破仑本身是这个数学家，他是个超级数学家，所以他参加的是什么？是法国的什么数学协会，人家那个时候就懂数学，你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我讲了？为什么法国它的武器啊独立成一个系统嘛？它全世界武器只有法国的武器是跟美国系统不一样，它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系统。因为早期的法国人数学很强，科技就很强，现在法国也慢慢不行了，还是引进穆斯林的问题了。所以说这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了哈，那么大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古老的这么古老的大国，为什么犯这么大的错误哈？对啊，乌克兰才是正统的啊，是没有错啊。是啊，所以你就知道说，你说乌克兰人的那个意志力哈，对啦，乌克兰里面的匪谍也很多啦，不会比我们台湾少啦。乌克兰匪谍不会比台湾少啦，甚至泽伦斯基当年也是亲俄的啦。可是战争一起来，你看泽伦斯基变成一个比谁都什么这坚强的一个铁汉，你看到没有？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台湾人可能现在因为什么时机太好了，台湾人太好命了，所以台湾现在可能很多人想说，哎呦，我100新闻啊，我也许是给中国管也不错。我跟你讲，真的真的要打起仗来，台湾人仔细去思考，没有一个人会选择去中国了，没有一个人会选择亲中了。仗一打起来，就没有人会选择亲中，因为那个是什么？那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决策呢。我决心决定，凭着讲风凉话，说给中国管也没关系啊。台湾很多人这样讲啊，那是因为什么？那在讲风凉话，讲风凉话谁不会？讲风凉话嘛，不要紧啊，都可管嘛，袂歹啊哈。但是真的等到真的战争开始，你看乌克兰有没有投降？没有啊，他有那么多亲俄的，他也没有投降，而且越战越勇。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这样看了哈，战争跟平时人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真的走到那一天，我认为绝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的台湾人是能团结的。你叫这些人去中国管了我告诉你啊，他们比你还不愿意啦。我敢讲啊，你们外省人如果要让中国管，那你父母干嘛逃命过来？神经病啊！逃命过来，你要想回去，你随时可以回去啊。你不是很怀念老家吗？是吧？回去老家让人家洗劫1-2次啊！你不听个这个话吗？早期台那个什么老兵回到中国去，回来被痛爆掉，全身被他扒光了，为了什么都要拿给他们的穷亲戚，那个时候很穷嘛，中国人很穷嘛，什么都给人家，最后只穿一个短裤跟一双皮鞋。不是说他穿这个短裤跟皮鞋跟汗衫要回来，结果他们亲戚还冲出来跑过来，拿了一个拖鞋给他说：“
啊，不，你这双皮鞋也给我了，啊，你穿这个拖鞋回去了，基本告诉你们听过我。虽然这老兵回去一次再也不回去了啊，因为回去一次被扒光光回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代志真的，如果平时跟战时一般人的概念还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去看那些图片也没有那么可怕了，也没那么可怕了，是吧？毕竟我们距离那么远嘛，他就算有他只有飞弹可以打到台湾嘛，他有多少飞弹？他也没有办法覆盖整个台湾嘛，是不是？这不要说台湾，整个台中市，他要覆盖整个台中市，他可能要几千万颗飞弹了，100万颗都还不够，整个飞弹只覆盖整个台中市啊，何况是什么？何况是全国欸。我告诉你啊，中国如果有个几十万颗飞弹，我就觉得了不起了啦。有到10万颗就很了不起了，搞不好不到嘞。所以真的台湾人不用太去害怕这个啊，它可以饱和覆盖，它是不存在这个饱和覆盖的，是不是？它又不是金门那是炮才有可能饱和覆盖哈。要了解就好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就这样啊，我是伞兵啊，我们本来就该包围啊。台湾人要有这种决心嘛，其实我常常讲，精神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时代啊，精神力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有精神的高度，你做的事情是别人不敢做的，别人没想到做的。我大一天，我不是讲我大一天看2-3通电话给我，他也常这样讲啊。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我没有，我也没有压力很大，有点龌龊。他说，其实像你这种行动力的人，在台湾现在是找不到了。哈，我们成立党，我那时候还觉得说，我那成立党好快哦。其实我才知道，我真正踏入政治这个圈子的时候，我才知道那种什么。那种残忍有多可怕，那个真的瞬间会要了你的命的。你真的不知道说我这辈子得罪那么多人吗？我不认识的人，我得罪那么多，就那么多人在打我。你一辈子没有想过我会被那么多人批评到这个程度的，你从来也没有想过。但是呢，你要做一个勇者啊，你要做一个英雄啊，你只有什么咬落牙齿或血吞了。但是你说我有没有很难过很不舒服？有一点不舒服的，说难过是没有了哦。那就该做就继续做吧，反正从某归刚刚嘛。礼拜天我们是524哦，523不是我们的活动哦，我们是524，好不好？524凯道，523他们是游行的，是从搜狗那边的，好像从什么，反正游行到那个什么，游行到101那边吧，不知道了。他们的活动我没有怎么看了。不过我后天那个丁宇他们后天会来我们的礼拜4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讨论一下，大家来直播一下嘛，希望他帮我们呼吁一下蓝军能够来参加我们活动嘛，都是这样啦。其实所以我说我们还是坚持我们最后，我们不是台派，你台派把我打成这样，我们不叫台派我们现在叫台美派，你也可以称我叫美国派，我是美国派跟台美派我都接受。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现在的什么？现在我们的精神。什么叫台派？什么叫美国派？什么叫台美派？只要你还反共，你支持加入美国，你就是我的朋友，你就随时可以成为我们党员。我们是柔性政党，什么柔性政党不用交党徽，我精神上认同。你台美党加入美国这个号召，那你就是我的党员，就这么简单。我们不要再用以前那个什么国民党跟民进党他们那种刚性政党，那种列宁式政党，其实不是。没有资格在民主化国家用列宁式政党其实是蛮丢脸的。可是台湾居然没有出一个什么像我们这种柔性政党，居然没有，所以我们不收党费啦，不要再说我们的什么党费不清不楚。我现在我党费存折里面0啊，到现在还是0啊，因为什么？监察院还没有核准我那个可以募款的那个什么的那个党的账号嘛。所以我现在里面是0啊，说什么我谁你真的会气死人！说你贪污，我贪谁的污啊？妈就西人，这些人这些草真的可以随便一句话让你解释3年都解释不清楚。大罢免到今天说我卷款潜逃，到今天还有人在讲，你看他们还发那个什么，还发那个梗图到
到脆上花了很多，说什么我大半年的时候捐款潜逃，所以说人家造一个谣，你3年都洗不干净，你知道吗？所以说今天大概哈，各位你如果要关心政治的话，你还是要有一些理性，要去分辨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要不然哈，你真的冤枉好人，你有一天你会觉得非常的不忍心，因为你怎么忍心来污蔑我？我来做4年，我探点前面你跟他讲，你们告诉我，我回来做这个4年，我赚了什么？哈，我如果现在去越南去把我的生意到越南去做，我赚的比现在还多1万倍，好不好？所以你说这么多人攻击我啦，我都不知道你攻击我的点在哪里。攻击我点呢？我哪一件事情去贪了人家1分钱，还是做了什么事情，还是强暴妇女？你找出来嘛，对不对？还是我有外遇吗？对吧？搞清楚，抓不到我的点啊，抓不到我的缺点，最后去找我的战友，我们的友军叫做什么？护国党。护国党他有一个顾问叫什么人，我不知道，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护国党说啊，还干嘛不什么管那东西？当时只是因为他们的办公室的地址用在对方那个地方嘛，那个叫更生党嘛。而实际上他实际运作的党是在台中，不是跟我们一起吗？那就是说这个我很清楚，我很理解啦。如果就像我们政党一成立，我也没有钱说1个月7、8万块去租一个场地嘛。我们台北那个党部不是7万5一个月嘛，最后没有租成嘛，因为郭大文不玩了嘛，我们就拿回台中。那等于护国党收留我们了，他党部借我们用，他也没有给我们收钱啊，各位，就这样一个情分，我就可以挺到底了。这是点么情分，我就挺到底。所以你们攻击护国党，我一定挺身帮他挡子弹了，因为我是兄弟啦。我跟你讲，兄弟困难的时候互相相挺，不像你们这样哦，不是你们这些打我的人，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把我打成什么？那你最后对我们无伤，我告诉你，最后真的无伤。哎，告我哟！我这个佛教徒不太愿意惹官司，你知道吗？我觉得惹官司人会倒霉。今天你相信我这句话，我觉得惹官司会倒霉。所以说尽量啦，如果不是很恶劣，就算了啦，算了。川普讲说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因为美国要跋涉9500公里，那个去狗屁的！我告诉你了，宫古岛就有美国驻军了。这件事你们去想一想啊，美国把你当宝贝一样什么？一样这样保护着，可是他却还是必须要什么？还是必须要顾忌中国的反应嘛。所以他在我们宫古岛离我们多近，你们知道吗？我问你，他驻军在宫古岛跟驻军在台湾有差吗？没什么差啦，差不了多少啦。但是其实他的部队，加手纳在哪里？在 Okinawa 呢？日本有美国100多个基地啊。什么叫做9000多英里？这种场面的话，这说给中国听了对吗？这个会丢啦。川普话那说给中国听，你不用把它当一回事啊。我跟你讲，台湾人，你只要听我讲，你把拿地性原理来看这个事情，你就不会任何担心的啦。什么地性原理？你扯那些都没用啊，那都是表面的啦。那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能失去我台湾吗？你能失去我台湾吗？不好啊。那我台湾全力支持中国啊！我用晶片支持中国，是谁先死？我台湾支持中国，你美国先死还是我台湾先死？信不信？所以说这种东西，川普比你还清楚啦。所以台湾人为什么？所以我昨天不是讲吗？如果这么恐怖，那台积电为什么没跌？台积电为什么还在2000多块？信不信啊？对啦，那个不用去想那些啦。我跟你讲。川普这款人哦，这款囡仔就是安尼啦。他的个性，我真的可以抓得很清楚了。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今天你看了哦，跟中国这样啊，你看起来卑躬屈膝哦，让你认为是种礼貌。然后中国送给我的东西要临上飞机全部丢在那个垃圾桶里面，
哎，你送给所有团员哦，中国不管送给任何一个东西哦，全部在登飞机前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我问你啦，这个羞辱够不够大？这个不叫羞辱吗？这个就是羞辱啊！所以人家叫低性原理嘛，我只做本质的有意义的东西，至于那些表面上那些情绪的东西的那些表象的，我根本不在意嘛。所以我们如果学会这样的，全台湾开始学会这种低性思维的话，我们台湾的整个国家会再往上提升一步啊。就什么川普跟马斯克这两个人逻辑，还有什么黄仁勋，黄仁勋过去北京他妈的站着那边吃一碗什么北京什么面啊，我们在前面米啊，我那个东西我没兴趣啊。这个你就知道说黄仁勋他这个东西哦，比他花$1亿来宣传效果还好啊。他去先吃那个什么炸酱面啊，他住在路边捧一个全世界最有钱的男人，在着北京路边捧几碗米在路边的家。我就问你，这个东西整个，我跟你讲，全中国人都会看。我告诉你，因为中国人讲，哎呦，首富在我这边这么尊重我们，给了中国人信心，你知道？我跟你讲，给中国人信心，他就帮你宣传了。这个动作才厉害啊！黄仁勋这种宣传才吓死人了。我跟你讲，这就是厉害了。我觉得他这个去那边吃一碗面，那宣传效果超过$1亿的广告费。我跟你讲，超娇贵。这些啊，就是这些真正做大事的人，真正做大事的人。你看马斯克、雷军来干，马斯克底下雷军来干黑熊，马斯克从头没有看雷军一眼哦，也没有一个表情，就这样。你看马斯克多不屑中国的企业家，雷军你中国算大呢，也是很大的企业家，这样，所以是雷军你自己不要脸的，你根本不需要来蹭这个东西，好吗？你有没有想过他就不了解马斯克这个动作是对你极度的蔑视，好不好？他妈的，我要是习近平，我把雷军叫来臭骂一顿，你他妈丢人丢到你可以不用丢脸，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民族自信心给全部踩在地上，好不好啊？普丁去中国当然是要中国援助啊。普丁拿了很多中国的无人机，但是中国的无人机我已经讲过了哈，它很容易被干扰，因为它的晶片，中国自己做的晶片没有像台积电做晶片那么厉害。台积电的无人机为什么称霸那个什么？称霸俄乌战争？因为台积电的晶片不容易被干扰，这是用好跟不好的差别。要不然你想想看，大疆无人机全世界产量最多的，他全力去挺乌克兰，就挺俄罗斯。俄罗斯为什么在战场上没有看到说，哦呦，俄罗斯的无人机是把乌克兰打趴？没有啊，我们看到都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把什么俄罗斯打趴。这就是台湾的科技跟中国的科技的差异就在这里嘛，对吧？所以说有时候代理人战争跟本尊的战争其实一样的，对不对？我们的代理人战争打的仗，你就知道哦，原来中国就这样而已啊，中国就是安尼啊，所以这个就是嘛，武器的代差，所以习近平多想打台湾了，习近平不打你不行啊。他第4任怎么做？他第3任快结束了，明年就第3任结束了呢。以前的2任他已经多做1任了，现在再做第4任，他要怎么样跟中国人交代？他一定要打一仗，要把台湾拿回去嘛。只可惜以他目前对军中的清洗、将军的清洗之后，他真的无将可用。所以人家说18个月内安全嘛，18个月安全，18个月都已经到什么时候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啦。台湾人大概较积极一点啦。台湾人到今天，你如果对台湾的安全有疑虑，你就来挺台美党啊。台美党是唯一能带台湾走出困境的人。我可以跟各位讲了，今天打击台湾、打击台美党了，如果不是执政党，我问你，没有那个能量全部的突然同一天我跟你讲，我昨天订阅户掉了300人，昨天一天以前有掉，但没有一天掉那么多了，因为什么？524到了嘛，524到了，所以开始被人家大面积的什么 FB 的什么时候到处被人家密集的抹黑嘛，所以我现在你看到我在订阅户挣多少？看到没有？885啊，我是89多掉下来的呢，
正常我现在已经9万了，因为我每个月成长，我已经有3个多月这种情况了，3个多月都在掉嘛。我告诉你啦，我真跟你讲啦，一般的势力没有这么高的能量，没有这么高能量可以一天让我掉300个订阅户了啊，所以也没有关系啊。我当时不是讲了吗？我不是花下豪语吗？我宁愿用1半的订阅户来跟你换我们的理想嘛，对吧？好啊，你继续给我什么？给我退订嘛。我依然要走我自己的路，因为这一条路了哈，这条路了是台湾唯一的路了。台独已经没有机会，川普已经跟你讲，我不要你台独，不要你台独，中华民国又走不出去，美国我又没有要跟你我已经抛弃你中华民国了嘛，我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人家就说你不能台独，你又不属于中国。278说你不属于中国，他告诉你第2位定论，那当然台湾只有一条，为什么台湾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在这个逻辑上理顺呢？这个逻辑很困难吗？美国说你2758说你不属于中国，然后你要第2位定论，然后我又不让你台独，然后告诉我们要说日本不拥有台湾的主权，台湾主权在谁那里？在谁那里？那在美国那里啊。所以美国人在法理上这个我跟你讲，全世界最讲法的是美国人。你如果跟美国人做任何事情只不过我跟你讲，你跟美国人再用辩论都没有用，你把法拿出来。这是杨宪宏搞改，杨宪宏跟我讲，当时李明哲的事情，他带李明哲老婆去美国参众两院去跟他们讲，台湾关系法，台湾人等同美国人，台湾人在中国受苦受难，等于美国人在中国受苦受难，所以美国的参众议员出手之后，李明哲才能在5年回来的时候白胖胖，是吧？另外一个叫什么忘了哈？另外一个关2年，放出了还要在中国让你什么？让你边控2年，所以虽然关了2年，边控4年后才能回台湾。李明哲是关完5年，关完马上回来，而且白胖胖回来。你问李明哲，你看他是不是受到特别礼遇？因为什么？美国出手，也就是其实为什么杨宪宏说我凭什么可以说动美国人？因为美国人很遵守法律。你把台湾关系法拿给他看，这你们的国内法，你不遵守就是你违法。我们未来一定是用这个方式去跟美国讲，我是你的托管地，把什么麦克阿瑟1号命令这一整套去美国，重点是什么？各位，我们台美党先要有几席立委，2028年我们不分区一定要冲个10几席出来，我去美国才有什么叫昂声，才什么参众议员才会接见，才会把你当一回事。我跟你讲，你随便一个民间团体，你什么都没有，你跟他讲什么？你可以讲谁理你啊？虽然我们在共和党有一些朋友啦但是我可以跟你讲，现在依然没有那个能量去做这些事。很简单，你没有能量。人家问你你能多少？你有多少民意代表？有多少立法委员？你有多少什么镇长、市长？我们没有一个都没有。你就是个民间团体而已。你民间团体来谁理你啊？谁会撤小你？是不是道理就这么简单后来不要紧啦，我们虽然很难，八炯不是说他都不想做了吗？因为他好像说被限流了很厉害，我是没有去看了。他现在流量有多少？我不知道他现在流量多少了。真的他被限流那么厉害吗？他说什么？他现在限流到我都看到一个票，他说八炯想退出 YT 啊，我跟那个是炒作啊，不可能会，那是唯一的收入，他怎么可能会？以他那个100多万的订阅户啦，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什么？他的那个点阅数啦，他一个月100万应该跑不掉。他那个样子，他不可能不做，他不做。说真心话啦，他除了做这个，他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了。他不像我们这做生意出来的，我今天这个不做，我明天就可以搞出一个生意来做了。我今天放弃这个，我明天就可以自己有生意做。我做起西洋的行李啊，只不过是我认为我做生意没有天分啦，我做生意没有天，我做这个比较有天分啦，就这样而已啦。不表示我们是走投无路的人，
不是表示我们是走投无路的啊。后来巧克力早婚啦，不说了，到现在为止哈。我回来是对的，所以我逃回来是对的，因为我已经说过了，我那个工厂以前一个月可以出10几万箱，我那工厂不是留给我前女友他们去做吗？送给他们，我没有卖给他们，因为他们也没钱给我买，我送给他们。我打电话去问他，他说工人都辞退了，只有他们小两口2个自己干，然后上个月才出，他说上个月好一点，上个月听说出到8000多箱，上个月出6000箱，10几班变6000，现在都8000多箱。他说不知道会不会持续下去。如果再回到1万多箱以上，他就又可以请工人了，是吧？所以如果我留在中国了，我也是倒了，那个厂也是倒了，因为他们自己干了。他们可以省一个工人嘛？以我在那边我是没有办法自己干的哈，所以说工厂送人也是对的啦。啊，我躲来，我前女友是已经找男朋友了，我还送给他嘞。你看我这个人多么胸襟多大！我前女友找了一个小他20岁又高又帅的什么东北男生哦，我还是把工厂送给他。你看我这款人实在是哦。因为有时候人在一起久了就变成亲情了。我们因为某一个因素误会，也不算误会啦，就他们家太可笑，你知道吗？他们4个兄弟姐妹，全家都来跟他借钱。他哥哥那个时候骗他把房子卖掉，帮他哥哥还债。他哥说：“那因为他哥的房子200多平米嘛，他的房子140几平米嘛，所以他说。”我的200平米不好卖，你的100多平米把它卖掉嘛，卖掉帮我还债之后，我这个房子我就过户给你嘛。我坚决不同意嘛。他实在是他没办法，他们中国人抗拒不了亲情，你知道？所以呢，他真的把房子卖了，钱给他哥，他哥房子不过给他了。他哥说不好意思，这个房子是用我儿子名义买的，我儿子现在跑去。因为他哥也离婚嘛，说我儿子已经跑回老家去跟他妈住了，我现在找不到他了，然后就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一气之下就跟他分手嘛。所以说我们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谁出轨什么的，是因为一些误会嘛。所以我对他还是有感情啦，只不过是他已经找了，我们也就罢了嘛。我这人不会为感情纠缠的，我不纠缠，我也不纠葛，所以就什么。我要回来，那时候要卖也卖不出，临时要卖给谁？那个时候因为已经什么疫情了嘛，之前有人要买，我不舍得卖，但是等疫情的时候我要卖，再贱价都没有人卖，因为大家都不敢的，所以我就只有送给他，送给我前女友。现在我们关系很好啊，有人去他们家去找他，我的朋友，我的前助理啊，去找他，把我说了很多坏话，结果替我出气的不是我的前女友，是她男朋友。他男朋友说：“不准在我面前讲老廖，老廖是我这辈子最尊重的男人。”我赶快领薪，我领薪就是图一个爽字而已的。我干嘛就爽了呀？我们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这是个过客，开心就好。所以524，我突然在最大的压力之下，我突然放开了，突然想说，来很多人就很高兴没有人说难听，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还表弟很有意见，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啦。不是，人是这样子的，人的爱情到最后变亲情。因为我就有跟我这个女生在，这个是新疆女生嘛，又漂亮又贤惠，她的兴趣是在家里做饭，所以我们家每天都请客每天大家都请客，她每天回来，她下班回来因为她搞美容院的嘛，搞那个医美的嘛，然后他就回来家里就做一大桌，然后请一大朋友来喝酒，所以我这里有泡一些美酒，我上次聚餐我拿过去给大家喝嘛，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说你们每天去外面喝酒太贵了，我就这边泡了一些美酒。我跟你讲，我的青美酒在虎门是非常有名，因为每天客人来都指名要喝我的青美酒，所以我跟你讲，我回来的时候，我刚回来。没头咯，不知道要创啥时我就泡了大概有100多瓶的青梅酒，我本来想说来试试看啦，结果泡一泡到今天，我一忙我也没有，本来想说如果卖得好的话，我就把它我就要设一个厂来做青梅酒嘛，
最后你看做这个一忙就没做了。我前2天聚餐，我不是拿给很多我们党员喝嘛，他们说很好喝啊，所以我就说我不做这个，我搞不好明天就去南投开一个厂做青梅酒，好吧？青梅酒还是很多市场很大，很多人喜欢的哈，因为它也不贵嘛，好吧？好了，话又讲太多了哈，先到这里为止吧。开心就好，每天都要让自己开心啊！我跟你讲啦，我是个不纠结的人哈，我不纠结，哪怕我很爱你，你只要你跟别人之后，我这个感觉我就会收回来，我没有遗憾，我把工厂留给他们，我没有任何遗憾，所以你们不要你慢慢给他给我好，什么表兄弟，那个没有对我没有感觉，基本上我是不尴尬啊，我是第一性原理的人，我也是第一性原则的人，我不会被这种虚假的这些东西来气到我嘛。因为我就跟你讲，我就算我留在中国，那个厂也做不下去了。所以说，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正确的选择，大家都很好嘛，大家都很好啊、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